又为了救我变成了残废，导致3S 级天赋的他，最终只觉醒出 F 级异能，失去利用价值后，他被我一脚踢开。没想到他日后获得奇遇，天赋修复进晋级冰神，想着找我报仇的时候，却发现我早就死了，一时心魔发作，被众多死敌围攻殒命。这就是我穿越过来时身体原主人的记忆。老实巴交的我三观简直震碎了，这妥妥的一个大白眼狼啊！我拍了拍刚觉醒失败的女友柳如烟，如烟不怕，我会一直保护你的。情绪低落的柳如烟也是一脸感动，红着眼睛说道：“谢谢你能对我不离不弃。”但同时我又听到一道虚无缥缈的声音：“老娘信你个鬼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等会儿你觉醒3S 级天赋就把我抛弃。这次重生归来，我柳如烟必亲手杀了你！”我望着还是一脸感动表情的柳如烟，一脸惊讶：“什么鬼？难道我能听到别人的心声吗？”恭喜宿主绑定女神气运系统，凡是被这副身体亏欠过的女神们都可以绑定气运系统，已自动绑定冰之女神柳如烟，宿主可以完美偷听柳如烟的心声。正在我愣神的时候，如烟催促我赶快上台觉醒。我回过神来，登上觉醒台，一道金光闪过，成功觉醒3S 级特殊异能神之手。此异能可以复制任意元素技能，本来我还挺高兴的，可又听到柳如烟的心声传来：“神之手又如何？你这一世还是逃不过早早陨落的下场。不过这次杀你的人是我柳如烟。”正当我满脸黑线的时候，台下众人议论起来：“这么优秀的天赋，怎么找了个这么废物的女友？不如找我，我可是积水属性天赋呢。”柳如烟心中暗道：“一群狗眼看人低的家伙，想要和我分手就快点吧！今日当众羞辱之仇，他日我必百倍奉还。”这个女人真的是恨这个身体原主人啊！不过我可不是那个人渣。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。柳如烟看着我说要宣布一件事，这一幕和前世一模一样。终于要来了吗？明明我已经经历一次，为什么心还是会痛？难道我还爱着他吗？他明明可以私底下说分手，却还要当众羞辱我，后面还杀害了我的父母。不，我对他只有无尽的恨，没有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如烟虽然觉醒的是 F 级天赋，但我不会因此抛弃他。我希望各位记好了，以后谁敢当着我的面说他的坏话，我一定会替我们家如烟教训他。此话一出，柳如烟傻了，他应该说极其难听的话羞辱我才对。难道前世饱受磨难成就神位都是虚幻的梦境吗？不可能，这次重生归来保留有前世冰神的部分力量，难道是因为重生影响了什么？柳如烟正在发愣的时候，我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如烟放心，我不会离开你的，你真的不会离开我吗？你若是想，我不会耽误你的大好前程的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柳如烟还是觉得我白眼狼的性格不会变，一定有什么阴谋在等着他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冷艳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偷听：“你们学院谁觉醒了3S 级异能？”来人正是帝都学院的驻场老师江寒，他一脸赞赏地对我说：“你有资格保送到帝都学院。”闻言我心里不禁乐开了花，帝都学院是最顶级的异能学院，混得再差的学生出来都是各大势力争抢的人才。柳如烟脸色一变，心中暗道：竟然是他，明明是有知遇之恩的恩师，九州最有希望晋级的神位的顶级觉醒者，却被这个人渣暗害，最后陨落在魔巫术。听完柳如烟的心声，我不禁头大，怎么又来一个被我坑过的女人？江老师表情平静地看着我：“好久不见啊，我倾尽资源亲手培养的逆徒。”这是江老师的心声，他竟然也是重生回来的。这个身体原主人到底坑过多少女人啊？此刻我真的想把他灵魂揪出来一顿暴打。逆徒，为师当年不给你我的怒雷之心，是担心你还未成长起来操控不了他。你若不抢，我迟早也是会给你的。不料你竟然心生怨念，趁我晋升雷神的关键时刻暗害于我。你的背叛真的让为师心寒。一连串的质问心声听得我头皮发麻。这边好不容易安抚住柳如烟，又来了个怨恨一点不比他弱的江老师。我这么一个老实人是挖谁家祖坟了？怎么到这么个人渣身上？孩子发什么呆呢？展示一下你的3S 级天赋。江老师心里一清二楚，前世我一上来直接复制他的超位级别禁咒，直接劈在他身上。当时他心还很大，以为是我刚刚觉醒把握不好。现在他回想，我早就有欺师灭祖的心，我这次还要复制这个禁咒吗？我仔细想了想，决定还是复制，只不过要有变化，不然就走了原来的老路了。复制，紫雷震天。如前世一样，江寒死死盯着乌云密布的天空。不过出乎他意料的是，这次雷电没有劈向他，而是劈向了正在施法的我。江寒眉头微皱，为何这紫雷越来越近，我心却越来越慌？难道我对这逆徒还有感情？江寒脑海里正在天人交战，是让他就此被雷劈死，还是出手强行截停？没想到他的手却先动了，硬生生截停了肆虐狂暴的紫色雷电。我白着脸长舒了一口气，看来自己赌对了。江老师虽然恨我，但矛盾中还是带着一丝感情的，希望能先暂时稳住江老师，先把柳如烟的问题解决了。柳如烟那边也是一脸惊讶，按他的记忆，我应该劈中江老师。他的心情从惊讶疑惑竟然转变到担心害怕，最后竟然哭出来了，心声不停地传入我的脑海。我只是想亲手杀他化解心魔，这样太便宜他了。不，别死，求求你了，你不能就这么死了。负心汉，这着实让我非常惊讶。本来是用这一招对付江老师的，没想到1时2秒，让柳如烟的心智也产生了变化。多谢江老师救命之恩，日后我成长起来一定会保护您的。江寒闻言面色平静，这个臭小子竟然说要保护我，你不杀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他此刻心情很乱，一刻也不想再待在这里了。交代了报道时间就匆匆离去，他怕看着这逆徒时间长了自己会忍不住动手。我转过头看向还有泪痕的柳如烟，一把抱住她，柔声说道：如烟，你怎么哭了？是因为担心我被雷劈死吗？柳如烟心里一边暗暗说着负心汉，一边装作娇羞女朋友的样子，快放开我，这里人多，如烟我们是情侣，这样有什么不好的？同时听到他心里不断翻涌的心声，谁跟你患难见真情啊？这个负心汉今天怎么回事？一点不按套路出牌，我快要疯了。我看着怀中被搞得心态爆炸的柳如烟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这只是开胃菜，有这个偷听心声的能力帮我，我一定会让你重新对我死心塌地的。就这样，柳如烟和我貌合神离的回到了家，她盘算着等到晚上就去寻找前世修复神魂的机缘，从而保护她的父母不被我杀害。柳如烟的父母就是我的养父养母，
今天一进门一直喊叔叔阿姨的我，直接改口喊了爸爸妈妈，这也让两人非常惊喜。柳如烟不明白为什么她的父母这么喜欢我这个白眼狼，郁闷的等到了半夜，终于迎来了独处的机会。她偷偷出发去遗失之地寻找前世机缘，但是她并不知道我在她后面一直跟踪，一路绕开各种危险。柳如烟很快就确定了她要找的宝物方位，帮助我修复神魂的基因魔药就在这大殿的正东方位，还有前世的神级宝物和兵器。等我修复完神魂，再靠着这些宝物和兵器，在临冰神之位指日可待。想着想着，柳如烟露出得意的笑容。如烟，你在这里吗？虽然觉醒的是 F 级异能，但你可千万不能干傻事。听到我的声音，柳如烟笑容凝固，心中暗道千万不能被我发现，不然机缘宝物全都成我的。就在他神色焦急的寻找藏身之处时，我一下就窜出来抱住了他，可担心死我了。一脸黑线的柳如烟强压住慌乱，假装镇定的安抚我。是如烟太任性了，沉浸在觉醒失败的情绪中。我们快回家吧。我心里乐开了花，想忽悠我回家。晚了。我假装若有所思的环视这里。如烟，我们该不会是瞎跑进了一处秘境了吧？或许我们能在这里找到提升实力的宝物。柳如烟闻言心里就快急死了，这些宝物都是他的，心里暗暗祈祷，千万别挪开巨石。我听着他的心声，他担心什么我就打开什么。一瞬间，如烟前世的宝物被我翻了个底朝天，好强大的冰霜属性啊！我手中拿的正是他前世最喜欢的冰霜羽翼。柳如烟内心翻涌，表面还是平静道：这个宝物是冰属性的，能不能把它给我？这样我就能保护自己了。我假装语重心长的说道：如烟，你等级太低了，现在把它给我才能好好保护你，等以后你成长起来我再给你。嘴上嗯了一声，但他心里已经快要崩溃了。我们再去那边看看，那边正是修复神魂的基因魔药。柳如烟整个人失魂落魄，别的宝物丢了，以后还可以再去找合适的。这改变他命运的基因魔药没了，那他只能一辈子当一个 F 级的废物。如烟，这瓶子上有字，是提升神魂强度、修复神魂的基因魔药，这东西似乎能治疗你的神魂，你要不试试？柳如烟严重怀疑自己听错了，你确定要把它给我？它不仅能修复神魂，还能提升神魂强度。如烟，跟你比它不算什么，还是你用吧。柳如烟望着递到他面前的基因魔药，心里终于不再骂我负心汉了。说着不再犹豫，熟练的打开瓶盖，一饮而尽。不过由于药效太猛，柳如烟整个人在地上痛苦的翻滚起来。见此情形，我不免担忧，直到听到他的心声传来，这药效果然和前世一样，不过能够修复神魂，这点痛苦不算什么。虽然知道他不会有危险，但看到如烟痛苦挣扎的模样，我还是皱起眉头，把他抱在怀里。由于我的安抚，这一次比上一世恢复的速度加快了许多。吸收全部药效之后，如烟的天赋成功恢复到3S 级。他迫不及待地测试了一下异能，恐怖的冰属性让我都感觉十分危险。如烟，你异能恢复到什么程度？我之所以这么问，是想看看他对我的态度是否有所转变。我是一级天赋，跟天明哥哥的3S 级天赋还是没法比。心声同时传来，虽然这家伙把基因魔药给我，确实让我有些感动，但还是别告诉他我神魂修复也是3S 级天赋比较好。看来他还是对我心存戒备啊。不过短短1天时间能进展到这种程度，也还算不错了。说着，我朝一个巨大的时钟走去。柳如烟心底暗道不好，那是最后的宝物星池所在的方位。除了基因魔药外，所有宝物都落在了我的手中。这星池在我手中爆发中的光芒，比柳如烟前世得到时候的光芒更加耀眼。与此同时，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星空镜，里面显现出一个绝美的沉睡天使。这是前世柳如烟没有经历过。天使猛然睁开眼睛，红唇轻启说了一句话：我看见你了。但柳如烟却双眼流出血泪，他在说什么？我完全听不懂，精神更是陷入崩溃，面露痛苦。柳如烟前世晋级冰神，怎么会被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搞成这样？这神秘天使究竟是什么人物？天使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说出了第二句话：我迟早会回来找你的，将你驱逐回你原来的世界。我见如烟快顶不住这精神攻击，一拳打向镜子，随着镜子的破碎，天使消失在了我们眼前。柳如烟心情复杂的看着我，心声不断传来：他真的和前世不一样，这一世我父母并没有死，也没有被羞辱当众分手，我又何必因为上一世的经历而怨恨这一世的他呢？偷听到这，我松了一口气，这下不用担心半夜睡觉被柳如烟捅了。我们接着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水池子，柳如烟脸色大变：天明哥哥，千万不要碰它。前世柳如烟不小心沾染黑水，差点灰飞烟灭，要不是及时喝下基因魔药肯定凉了。我却发现池子里有一个石碑，上面记录着一场与基因天使的战争，虽然众人合力将他重创，但最终惨败陨落。碑文同时提及了池水是灵能飞升池，或许这池水没那么危险。柳如烟看出我脸色不对劲，你该不会是想下去泡吧？天明哥哥，千万不能下去，我还是决定赌一把。不等柳如烟阻止，我飞起朝着黑水池子跳了下去。一下去我就明白为啥如烟不让我跳，我的身体开始快速的腐蚀消散。柳如烟看到这一幕，整个人瘫倒在了地上，而我的灵魂进入了一个奇异空间。看来我赌对了，这里充斥着强大的灵魂力量。我立刻开始疯狂吸收，领悟了一个全新的能力——灵体火花。原来这是只有灵能飞升的人才能获得。这灵体火花可以直接对灵魂攻击。神之手虽然逆天，但我一直没有一个主动攻击技能，这下算是有了个保命底牌。高兴没多久，我就发现我不知道怎么离开这里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震颤灵魂的声音响起：万年了，终于来了一个有缘人，我终于能借助你的灵魂离开这里了。我听到这话，猜到了他的身份，正是之前碑文上大战落败那方的人。而这所谓的机缘，其实是对方为了复活设下的陷阱。认命吧，小子，身为灵体的你是我的囊中之物。我开始奋力挣扎，没了实体的灵魂竟然慢慢凝实。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我赶紧用意念重聚肉身。入侵到我灵魂的神秘人渐渐开始被同化。刚才还嚣张无比的他发出惊呼：怎么可能？这是新生于物吗？我苟了1万年，还没找那个杂毛天使报仇，我不甘心。另一边，柳如烟正在池子边猛哭：天明哥哥，你死得好惨，
都怪我为了守住重生的秘密，没能告诉你这池子能吞噬灵魂。你快回来吧，我再也不杀你了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他知道我已经死透了，但他并不知道我其实已经回归现实，以灵体的形态看着他哭丧。我发动新学会的技能灵能转化，眨眼间出现在柳如烟面前。柳如烟惊得鼻涕泡都破了，目光呆滞地望着我。如烟，我没死，还学会了新技能。说着我展示了下灵体。如烟哭着说，天明哥哥，你这是变成亡魂了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可以自由在灵体和实体间切换。见我又重新恢复实体，他这才放心下来。通过柳如烟的心声，我得知这次他是彻底放下仇恨，放弃杀我的执念了。时间过得飞快，眨眼就到了开学的当天。如烟因为修复神魂也成功考入了帝都学院。此刻帝都学院门口，柳如烟黏腻地挽着我的手臂。我们刚准备从北门进入的时候，一道恐怖的雷电之墙拦住了所有新生。熟悉的声音传来，新生止步，正是我的前世恩师江寒。这一届新生要想进我帝都大地学府，都必须经过雷电之墙的测试，失败者将当场退学。此话一出，新生们一片哗然。没想到他们出来帝都大地学府，就面临了要被退学的危机。柳如烟不免心中惊叹，不愧是九州最接近神的顶级觉醒者，就连保留部分冰神力量的他都被气场震慑。我却心里不免一阵苦笑，渣男啊渣男，你开局就把这么厉害的人给坑了，你让我怎么活呀？浙江老师要是看我在这雷电之墙里越看越不顺眼，直接加大雷电之力，我怕不是当场就得凉了。已经开始有人尝试通过雷电之墙了，竟然也是一位雷电觉醒者。柳如烟心中暗道，这雷电之墙的测试的确看起来很唬人，但对于重生归来的我来说，要穿越它连1秒都不需要。天明哥哥，我们等下也去试试吧。听着如烟的心声，我却不着急，再等等，看看这届新生里有没有值得注意的人。我嘴上这么说，实际上是想听听姜老师的心声，我怕他突然找我报仇。姜老师心声传来，还是和重生前一样，又是这个 A 级雷属性异能的新生先上。这名新生被姜老师电了足足5分钟，外焦里嫩的才通过了测试，陆续又有很多人通过测试，但没一个是轻松通过的，这也不免让我有些失望。天明哥哥，这届还有一个和你同样3S 级天赋的，你应该会对他感兴趣。我来之前也了解了一下，这个人是帝都4大家族的风兰，不过他似乎还没出现。柳如烟心声也是传来，这个风大小姐也是个天才，后面晋升封建女神，不过上一世没什么交集，了解不深，但是似乎和天明哥哥还有点关系，他爹就是被他坑死的。听完柳如烟的心声，我有种极其不好的预感，这个风兰不会也是重生归来的吧？以后在帝都学院面临2个对自己恨之入骨的女人，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？说着忽然起了一阵风长领域，天明哥哥，他来了。只见一个手里拿着剑的少女，迈着飘逸的步伐，一点一点来到学院门口，看似缓慢，实则速度非常快。所有新生都被这一手震惊了。他神情平淡地瞟了一眼我和柳如烟，并没有说什么，而我却听见了一道声音：好久不见，天明。我有些不太确定地看向风兰，这陌生的新生是他传来的吗？突然系统声音响起，系统已自动绑定封建女神风兰，宿主可以完美偷听封建女神风兰的心声。我心里顿时想回蓝星了，这都已经是第3个了呀。柳如烟关心地看向我，天明哥哥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我自然不会告诉如烟我在烦恼什么，摇了摇头，没什么，只是站着有点累了。那看完这个风兰测试，我们也进去吧。我点了点头，心中暗道，再不进去我怕遇到更多仇人了。这身体原主人真是个大渣男，凡是对他有恩的就没一个有好下场。在一众新生的注视下，风兰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雷电之墙前。学院大门内的江寒眼神微微一锁，和记忆中一样，这个时间节点又是风家的小丫头，下一个应该就到林天明那个孩子了。呸，应该是逆徒。新生下意识地称为孩子是曾经的宠爱习惯性的口，改口的逆徒2字充满了怨念。可这也说明了姜老师虽然恨，但心中还是有一丝感情在的。回到测试现场，风兰那飘逸如剑仙般的身法没有一丝一毫的减慢，甚至还加速冲进雷电之墙中。强劲的飓风以风兰为中心，将雷电之墙从中间一分为2，瞬间通过考核。姜老师略微诧异的声音响起：风兰3S 级风属性异能，觉醒者等级15级，恭喜你通过测试。随即姜老师心声传入我的脑中，我记得上一世风兰应该是9级觉醒者，难道是我重生影响改变了什么吗？柳如烟见所有人都在议论这风兰如何厉害，小脸顿时有些不开心了，因为上一世他没能进入帝都学院，这风兰正是上一世我在帝都学院的女友，一群鼠目寸光的家伙。天明哥哥，我们也去闯一闯。下一秒，我和如烟同时动了，只见如烟浑身散发着恐怖的冰寒之力，她一迈入整个雷电之墙，瞬间被冻成冰墙，眼神一瞬间变得凌厉，冻住的雷电之墙应声粉碎。这视觉效果比风兰更加让人震撼了。周围新生们已经被震得说不出话。接着如烟心声传来，风头总算盖过那个风兰了。天明哥哥眼神都快被那个女人给勾走了。风兰眼睛里闪过一丝异样的目光，这个女孩和重生前有过一面之缘的冰之女神很像，她应该不是我帝都大学的学生才对。通过测试的如烟转头望向我，天明哥哥，赶紧进来，我们去看看帝都大学食堂都有什么好吃的。我听到微笑回应了一声，风兰多少有点不淡定起来，这是天明的表妹还是女友？心里顿时一阵烦躁，身体周围不知不觉间升腾起凛然的杀意。我心里顿时感觉这女人不简单，如果不是如烟无意间刺激了她，我都感觉不到杀意。可见这风兰是挺会克制情绪波动的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迈进雷电之墙，没有施展任何手段。周围新生们都认为我疯了，姜老师却一点都不意外。这个逆徒果然还是和上一世一样，喜欢这样乱来吸引人眼球。我站在雷电之墙内，仿佛接受雷电之力的淬炼，在所有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，将雷电之力全数吸收进体内，然后手心一翻，和姜老师一样的雷电之力闪雷光。多谢姜老师的这份大礼，学生就先收下了。姜老师目光凛冽，虽然其他事情有所改变，但这个逆徒如上一世一样，
从我的雷电之墙吸收部分雷电之力，看来这一世多半还想杀我。不过这次我不会重蹈覆辙的。风兰眉头也是微微皱起，果然还是这样，其他事都变了，唯独你的性格和做事方式没有改变。看来我得在你害死我父亲前除掉你。本来我还挺高兴的，因为这次的吸收让我学会了个永久雷属性异能。但听完两人心声之后，我冷汗直流。两个女人同时对你有杀意，这可不是简单就能防住的。看来得尽快想办法先搞定其中一个。如烟开心的跑到我面前，天明哥哥，我就知道测试难不倒你。而我正在发愣，没听到，顿时不满的心声传来，不会真被风兰给勾魂了吧？天明哥哥要是色迷心窍，见他第一面就见异思迁，我一定不会轻饶他这个负心汉。听完如烟的心声，我的头更大了，赶紧开口安抚如烟的情绪。如烟，我有点饿，咱们去食堂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。我这边刚稳定了柳如烟，风兰那边的心声又出现了大问题，语气里满是杀气，一口一个天明哥哥，天明哥哥，烦死了！我感觉我要控制不住了。见了，我倒吸一口气，还是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。我拉着如烟准备灰溜溜的逃跑，这时候姜老师突然把我叫住，孩子，我很欣赏你，接下来的4年你跟着我学习吧，我会对你倾囊相授。姜老师其实内心也在犹豫，但为了能让我在他控制的视线范围内，还是决定来收我为徒。我并没有直接答应，拒绝的话相处时间会减少很多，这样被姜老师复仇的机会会少很多。可这样的话，想要攻略姜老师的机会同样也会减少。既然在这副身体里也跑不掉，那这个烂摊子再烂也得好好收拾。姜老师，您对我有恩，我当然愿意做您的学生。姜老师内心也满是复杂，看着曾经朝夕相处的逆子，回忆的点点滴滴让他很怀念。这一世你还会贪图我身上的怒雷之心加害于我吗？和如烟去食堂的路上，我的心情很沉重。说实话，真能把原主灵魂拉回来，我一定要暴打他一顿。这3个女人任何一个都是大部分人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啊！真是个狼心狗肺、该天打雷劈的白眼狼。我决定一定要治愈他们的心灵，不能再让这些女孩们伤心欲绝了。来到食堂，如烟和我小小吃了一惊，这食堂简直什么都有啊！真不愧是帝都学院。我和如烟选了找好位置，边吃边聊。就在我们不远处，风兰也是随便点了些吃的，一个人坐着，时不时的还用目光打量着我和如烟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：“这位学妹看着有些面生，是今年的新生吗？”风兰本就心情不好，没有说话，自顾自的享用她的午餐。那名搭讪的男人并没有生气，继续厚着脸皮纠缠：“我叫王健，2年级，帝都4大觉醒者家族之一的王家之人。做我的女朋友吧，学妹。毕业以后有我王家的资源，我一定让你前途无量。”风兰得知对方是王家的人，不由多看了一眼这个王健，淡淡的回了一句：“我有男友了，学长去自重。”王健微微一愣：“学妹有男友了？”我心里咯噔一跳，心想这说的不会是我吧？王健还是不死心，继续搭讪：“不知道学妹的男朋友是谁啊？”风兰露出不悦的神色，看了一眼我和如烟的方向，用手一指：“他就是我的男友。王学长，还请你现在离开，不要让我男友误会我了。”王健顺着目光看过去，也是一愣：“学妹，你确定那边那个是你男友？我怎么感觉人家跟那个女孩才是一对啊？”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如烟噌的一声站起身，气呼呼的看向风兰：“风兰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天明哥哥是我的男朋友，就算你拿他当你的挡箭牌也不行。”风兰此刻心中很是烦躁，这个王家的王健是怎么回事？我记得上一世帝都大学没有王健，我也没有遭遇过王健死缠烂打的追求，难道我这次重生造成的影响这么大，让王家多了个能进帝都大地学府的天台？我听着风兰的心声，了解到这么多重生者很可能改变很多事，发生不一样的变化。如烟，算了算了，我们和风兰也算是在新生测试认识了。冷静，冷静啊！柳如烟更生气了，你叫我怎么冷静？天明哥哥，他说你是他的男朋友，这不就是想抢我的男友？王健看到这一幕笑了，学妹，人家小情侣都因为你拿人家男友当挡箭牌的话闹矛盾，你就别找借口了，我很强的。有一说一，这个王健脸皮真的是有够厚的，我都恨不得上去打他一顿。可如烟正在气头上，为了不让他误会，只能放弃这个攻略风兰的机会。风兰见我不打算出手帮他，淡淡的吐出了一个字：稳。王健之前可是用这招死缠烂打搞定过不少女人，练就一身厚脸皮的他并不觉得风兰真敢动他。别这么说嘛，给学长一个追你的机会。风兰是真被王健纠缠烦了，我再说一次，滚！此时就连如烟都有点看不下去，而王健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，因为身为2年级的他已经是25级觉醒者，他坚信1年级的新生站在这里给他们砍也伤不到他。下一刻，风兰恐怖风属性的气势爆发出来，王健第一时间进行防御，然而他周身的烈焰刚生出，就被风兰的风属性剑气当场震得倒飞出去。王健难以置信的从地上爬起来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风家现任家主的女儿，今天我王健认栽，不过你别以为你有着封建神器就无敌了。放完狠话，王健刚想离开这里，转过身看到我嘲笑的表情，那边那个臭小子，你给我过来，让学长来教教你什么叫尊重。如烟一听敢对他的天明哥哥这么嚣张，还没等我说话，先一步要起身，他刚刚站起来就被我给按回去了。如烟，让我来！王健冷笑道：“我今天要把你揍趴下，让你这个新生学会入学的第一课，如何尊重你的学长。”刚被风兰暴揍，王健迫切的想找回面子，我们出去打吧，把食堂打坏了可就不好了。接下来附近的学生都知道我和王健要大打出手，到了学校空地，王健也不废物，直接凝结出一条火焰之龙。我看着这招微微有些惊讶，学长你这招很不错呀，只可惜他归我了。话音落下，我身边升腾起和王健一样的烈焰，两条火龙碰撞在一起，我的火龙明显比原版火龙更大更强。王健懵了，你怎么可能会我的火龙出世技能？我见状继续嘲讽道：“学长，我的比你的更大呀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我的神之手在复制低级技能时，可以加强原本技能的威力。”望着那暴涨朝他袭来的火龙，王健心生恐惧，转身就想逃跑，可他逃跑的速度实在太慢，一瞬间就被火龙精准命中，发出杀猪般的哀嚎：“别烧了我认输！”哎呦，被烫死了！在他自己技能的燃烧下，王健成功被我烧成了个秃瓢。
衣服被烧的也是一言难尽。附近正在围观这场战斗的路人学生们爆发出山呼海啸的嘲笑声。王健捂住自己的重点部位，狠狠地瞪了一眼我，撒腿就跑，边跑边放狠话：你给我等着，让我受此大辱，我王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嘴角忍不住上扬，发动灵体火花技能，直击灵魂的力量便悄无声息地刺痛王健。王健短暂的意识模糊，直接摔了一个狗吃屎，本来就够丢人的了。王健在各种鄙夷的目光下仓皇逃跑。风兰看到我这边结束战斗，难得开了口：天明，谢谢你替我教训那个王健。我刚想说举手之劳不用客气，如烟眉头一下皱了起来，麻烦你对天明哥哥的称呼疏远一点，他和你并不熟。风兰一点也不怕柳如烟，谁说不熟？我可是他的女友。柳如烟更生气了，我们今天才第一天来帝都大学，你别以为你是封家家主的女儿我就不敢动你。我感觉两人要是继续这么下去，很可能会打起来。赶紧开口道：风兰很高兴认识你，有空我们再增进一下对彼此之间的了解。我得送如烟去她的宿舍了，下次见。说完我不管两人反应，拉起如烟就走。围观的学生都投来羡慕的目光，这小子艳福不浅啊！刚开学第一天就2个大美女对他倾心，都想当他女朋友啊！如烟直勾勾的盯着我：天明哥哥，你刚才为什么要对风兰说你们有空再互相增进了解？你不会是因为风兰认定你是她男友，针对她有兴趣吧？见状我赶紧解释一番，如烟这才重新展露笑颜，一路来到如烟的女生宿舍。我们把提前寄过来的行李收拾好，我也准备回寝室收拾一下，刚准备出门，门口传来脚步声，我心想应该是如烟的室友回来了。我们好奇地打量着门口，看到来人顿时傻了，没想到室友竟然是风兰。如烟脸色一变道：这里是我住的寝室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风兰也是不甘示弱，这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，我可比你先到，只不过是有事出去转悠了一下。这么一说，两人同时明白了，原来对方竟然是自己的室友。柳如烟一想到自己4年要跟这个狐狸精住一起，心里就有点接受不了。我看着神情不悦的两人，冷汗都下来了。这就是冤家路窄吗？我小声的询问如烟：我走了以后你们2个不会打起来吧？如烟冷哼一声：那就得看有些人会不会在我面前称你是她男朋友。风兰淡淡的回了一句：天明一直都是我的男友。